大家好，这里是中医传奇，我是达摩正骨段文军。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达摩正骨的胸椎3到7的调理的方法。首先，我们先找见3到7，大致它在哪个位置啊？正常人，这是有每个肩胛骨，先找见他的肩胛骨，叫患者放松下来，背手，轻轻一背手，背上手以后，他这个肩胛骨就显露出来。顺着这个肩胛骨的上沿摸过去，向下拐的拐角这块，拐角这块，这就是咱们大致就胸3位置，胸3大致在这，而胸7呢，胸7在肩胛骨的下角，肩胛骨摸到它肩胛骨下角，下角连线平胸7。咱们调整的是，比方说昨天犀牛望月做完以后，咱们缝四纠变，你看右侧的颈2出问题。它左侧的跳4下到左侧的颈6出问题，再到右侧的胸3，它这还有一个痛点，再到左侧的胸7，它还有一个痛点，所以需要一个就是犀牛望月完成以后，需要一个单提胸椎的单提手法，也是定点复位，它调到就是右边的2调到同侧的胸3，左边6调到同侧的胸7所以说我们找见胸7。第一，记住，顺着肩胛骨下角拐弯的时候下线这块，这就是胸3。肩胛骨下角连线，摸到患者的肩胛骨下角连线是胸7我们就是定位就是这么定的下面我给大家演示实际操作手法。好了，我们要调整3、7的定点复位。第一，先叫患者双手交叉扣住脖子，来，双手搭扣。我要调整，现在他这块定他的胸3，左侧的胸3，看第一下穿背，从患者的搭扣的双手当中间穿过去以后，用你的腋窝压住患者的肩头，中间不要有缝隙反手一挂，你看手往上走卡胸3，手往下走卡胸7，你的手在上下，你的手就是一个标尺，想调胸3往上走，想调胸7往下走这是一个定位。现在我们假设他左侧的胸3有问题，我把他的手靠着左侧胸3，用我的身体靠住我的手靠住他的背，与患者成为一体。这个手推肘，轻轻把肘向后内推，反手轻轻兜住患者腋窝，轻轻摇一摇，让患者更紧密的贴靠自己，让患者放松，轻轻的先上。记住4个字，先提后抖，先把患者提起来，再轻轻拿肚子一震就 OK。你看，我实操一下，先提起来，放松，轻轻一提一震，拿肚子看，贴靠，这里一定要没有间隙，贴死，靠住，摇一摇，放松，提起来，拿你的肚子轻轻往出一震就 OK 来，双手再搭扣，调一下对侧的胸7。假设他现在右侧的胸7有问题，穿背，沉肩，没有空隙，反手挂胸7，反手挂到胸7，胸7靠下一点点推肘，把肘推一下，兜腋窝，提起，让患者轻微的后仰一点患者放松，轻轻一提，又调整过来了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法这个定点复位需要根据颈椎的情况走，它是犀牛望月的收工手法。犀牛望月假设它是右侧的颈2，你看右2左6右3左7是这么跳下来的。假设它左侧出现问题了，左2右6左3右7它是一个定点缝4纠变，每隔4节椎体找一个痛点，每隔4节椎体找一个痛点，左右跳下来了这是咱们的单提的手法。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双提的调整方法。它的使用的时机，单提是假设患者是颈椎它是旋转错位，我们用完犀牛望月，调完26用的定点复位。而双提用的时机是什么？患者来了，他没有这个26的旋转错位，这种情况比较少，没有26旋转，只是个落枕的问题，或者是就是你只给他做了一个旋提完，咱们旋提是对着颈椎的3到7，
它调整它的颈椎的3到7的所有的小关节紊乱。而做完旋提以后，咱们用的是双提；做完犀牛望月，完了以后用的是单提定点啊。现在我假设给他做了旋提了，调整完就是他脖子就调整他颈椎的3到7的小关节紊乱调整完了。现在我给他做一个双提手法，还是叫患者双手交叉抱脖子。看着啊，我们这肌肉怎么进？双手穿背，从患者腋窝穿下去，穿下去以后反手上来，轻轻压住患者双手，来让患者，你双手压我的肘，轻轻压我的肘，好，压住我的肘，好了。看着啊，用你的胸口这块贴住患者的，就是胸三这个部位，患者用你的这个胸口，就是膻中这个附近，顶住患者的胸三这，把你的，个子高往下扎一点，靠住，把患者向后拉，来后拉，来直背，叫患者直背，向后仰一点，来压我的手，压，轻压，好，放松放松，看，也是先提后抖，先提起来，拿你的胸往出一震。先把患者提起来，拿胸一震，一个震法就好了。